Hello，欢迎回到我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我们来看两个小三轮传世联合的核心级猎地和地龙，购入价格大约是两只一起57块钱，个人认为是勉强及格的一个配件金刚。先介绍介绍这俩角色吧，比较冷门。红色的这只叫 Boulder Crash， 合成词，直译就是这个巨石破碎或者是巨石冲击，官方翻译叫裂地。棕色的这只叫 Geochrome，Geo 作为前缀是 Geography 地理或者土地的意思，而后面的 Chrome 是计算机代码里面 Chrome 表达式那个 Chrome， 直译过来就是克隆，是个时间计量单位，一克隆等于100万年。Geochrome 官方翻译叫地龙各取两个词的一个字，你叫它这个地龙其实也没毛病。它俩呢都是来自 Infernic 宇宙，这个宇宙的名字你可以叫地狱因为这个单词跟 Inferno 很像。Infernic 这个衍生词首次出自于孩之宝在1986年发布的短命玩具系列 Inhumanoids 也就是魔怪，那个地心魔怪系列，也可以叫它非人类系列。它俩的定位是这个地狱宇宙中的 Armorizer 装甲者、铠甲者，你叫它铠甲勇士都行，反正单词就那个意思，穿铠甲的人或铠甲兵什么的，怎么翻译都行。之前我们介绍过的传世巨岩也是这个装甲者之一，这些装甲者是可以变形的活岩石。我们的万恶之源孩之宝的老太爷马克马赫透露过，这些石头人整体的灵感是来自于头领战士中戴拉星球上的岩石怪物，还和 Go Force 中的这个 Rock Lord 岩石领主、摇滚领主，他们长相也很相近。这些古今中外很多作品里面多多少少都要来个石头多的人什么的，所以这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形金刚，因为他们不是赛博坦人叫他们变形石头金刚还差不多不知道大伙小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叫高米迪的动画片这个地狱宇宙给我的感觉整体就很高米迪很美系那种。 OK， 下面来看一下这两个玩具本体吧。设计师是我们大家都敬爱的江岛老师，裂地是先出的，就是红的先出，然后再涂成地龙。我第一眼看到他俩以为不是同模具，就乍一看，但仔细一看，除了头这个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是同模具。还想着孩之宝能不能先出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镜像的他，对吧？然后但是这种边缘角色还是核心级的，也不用想那么多了，不可能的，没有预算在这个玩具上。裂地当时在这个配色设计的时候，咱们马克马赫想把它全身搞成那种红色石英的感觉，就是那种矿物质里面隐约透着红色，但涂着涂着就整成岩浆配色了。这样感觉也不错，那就敲定了，就是成岩浆配色了。地龙的配色没有具体透露来源估计也是某种矿石吧。地龙是棕色泛这个金属紫，两只涂装位置的话也有些许不一样。头雕裂地的是面罩脸，相比之下还是帅一些的。地龙这个头雕就很恐怖谷了，跟那个凤凰战士一样，悍匪头道，也有点邪恶，有点伟人头都是球冠，抬头低头还可以，都可以360的。躯干如此，造型没有啥好多说的，只有一个腰部可动，屁股这根杆其实挺鸡肋的，很容易干扰到变形时腰部旋转这边做一个折叠也好呢，直直的放在这边观感也比较奇怪这边多一个分件其实也没啥了。手臂这里的可动是变形关节，两个球冠连接，就平抬，它不能抬直，一抬直接脱出了。手臂的造型也很简单，撸管手3毫米孔洞，腿部前踢、后踢、侧踢分别如此，屈膝幅度还不错，大腿还有一个小凸起，跟小腿这个膝盖外甲进行对接，这样就能保证站直了。小腿后面的偷胶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看看武器吧，武器刀刃是可以打开的，手感还挺解压的，这个来来回回。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地龙这个金属紫色的质感，
这个红色漆上去，这个颜色有点恐怖，说实话。其余的也没啥好多说的了，下面来看他们的变形吧。OK， 变完了，非常之简单啊。江岛在这两只身上花的时间估计很短，整体没啥大毛病，卡扣也都能对得上。我这个桌面摩擦力比较大，轮子滚动性还行，因为是这个卡扣轮嘛，所以在光滑的桌面上，这个后侧轮子有概率不滚。这款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腰部和杆子的干涉，转的时候要找准角度，不然很容易就被干涉掉了。三轮车外观如此啊，呆呆的，就是如果有人骑上去的话，是不是跨在这个刀刃上啊？有点费裆啊。把刀刃翻到前面，就可以当做一把刀了。破这个刀柄就是有点太短了，主要也是作为配件给别人握持的。身上只有这里有一个5毫米凸起，前轮有俩5毫米孔洞，其余的应该就是没有拓展空间了。作为配件金刚的话，只能说勉强及格，在这个两侧再加一些5毫米孔洞也行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简单看了看这俩小三轮，正常的核心级价格50多块钱两只，没事盘盘也还可以。今天主要为了介绍他们的出处，实在没有啥好拓展讲的地方，角色太冷门了。OK， 所以这两个小三轮是不是你的菜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友好讨论哦。本频道无广无收米，没有任何形式的玩具软广和商单视频，请各位老爷来个3连，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Goodbye。